45岁以后，我就不打算再从头学一门新技术了，因为我发现自己值钱的东西可能不在新技术上。这个频道以前叫中年破局史，我讲白居易、廉颇、寇准，讲他们人到中年以后遇到什么坎，他们是怎么迈过去的。做了10几期后，我就在想，他们当年怎么办，跟我这个月怎么办是两码事。我讲得挺起劲，但讲完了，古人的答案并不能替我解决今天的问题。所以从今天起，这个频道改成了中年破局。因为我现在更想解决的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问题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如果原来的路越来越难走，我们还能不能重新开辟新路？我是记者出身，纸媒不行了去国际通讯社，通讯社不做了去做数字媒体，折腾一圈才看明白，出问题的不是哪个媒体，是整条船在沉。长辈们到现在还劝我找份正经工作，我理解，但没照办。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里，所谓稳定本身也可能是一种风险。离职之后，我先琢磨很小的事，怎么赚到第一个10美元。我用 AI 生了一批图，传到 Adobe Stock 和 Wirestock 这类平台，很快有人付费下载。10美元说出来寒酸，但我当时挺高兴的，因为它证明有人愿意为我做出来的东西付钱。这比看100篇 AI 赚钱攻略都有用。那阵子宠物肖像很火，我掂量了一下，欧美已经成了红海，所以专攻日本市场，陆续接了10几单。现在我的主业是给日本中小企业做 AI 视频，60秒一条。这条路其实就是从那10美元延伸出来的。这2年，我把 AI 用在写文章、作图、剪辑、翻译、整理资料等方面，我的工作效率比以前提高了不止10倍。不过，让我开始思考的是另外一件事，知道客户在意什么，害怕什么，愿意为什么付费，这些东西正是 AI 无法替我完成的部分，而这些或许正是中年人的优势。年轻人有速度，这是他们的优势，但我这个年纪也有优势，经验存量。有人做了10几年外贸，知道客户什么脾气；有人在制造业干了20年，知道哪个环节最容易出问题；有人做了10几年销售，可能一听客户说话就知道他到底想买还是只是随便问问。这些东西以前很难被单独变现，因为需要公司，需要团队，需要职位。现在不一样了， AI 负责执行，我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团队。我为什么要做出海？因为我就在海外，换个市场，可能就有人愿意付费。我现在主要给海外客户提供服务，做个解决需求的小工具，把自己的技能卖到另一个语言的市场。我理解的出海就这么大。出海不是逃离，而是多一个选择。这个频道不会告诉你哪个 AI 工具火了。我和国内的合作伙伴做的就是为中年人做一个个出海实验，并把过程摊开给大家看。2年前刚离职那阵，我收藏了一堆 AI 工具，至今都在收藏夹里。后来是被 AI 逼着回答了3个问题，才算开了张我会什么，谁需要 AI 能替我省掉哪一步。这3个问题比该学 ChatGPT 还是 DeepSeek 管用多了。工具一直在换，但客户的需求并不会因为工具更新而自动解决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假设有一天主要收入断了，你觉得可以靠 AI 赚到收入吗？答案可以写在评论区，我一条条